看他比较文文静静、瘦瘦弱弱的，但是他真的力大无穷。紧张吧？在战场上谁管你是男是女，就是上。转速是102转，乐速是3乐转，我听的是一个渔船。以箭出击，执行航向动8动。在万里之外的亚丁湾，能够护送家乡的渔船，特别激动自豪。听战士的声音，一听这个就是我开的，因为油门大的原因。有一头牛一下子就蹦出来了，石头就往下滚，一直在往下滚，只砸到一个小孔嘛。但如果是个大石头的话，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就想体验这种热血沸腾的生活吧。主要科目其中之一就是搏击对抗。首先第一个，你韧带要过关，才能把腿踢出来。一字马，说最不擅长的，欢乐大韧带。韧带大了吗？一字马是我们猎鹰女兵每个人都能一字马吗？必须的，那必须的，必须，这是基础，这是基本功。谁可以展示一下？来一个！哎，这个是树杈。哦，这是棚上。棒！有树。成为猎鹰，注定不凡。刚到武警猎鹰突击队女子特战大队，记者就领略到了特战女兵的硬核实力与独特魅力。咱们今天有2队参加这个国际对抗的实战对抗训练。我想先问一下，有谁敢挑战？有没有推荐？各队推荐的？我推荐舒雅来了，前面有。这名被推选出来进行搏击对抗的特战女兵叫刘舒雅，她连续3年被评为4有优秀个人。2020年获得极限勇士勋章，2021年在总队巅峰比武中获得了狙击专业第1名的好成绩。甜美的长相，温柔的性格，刘舒雅给人留下邻家女孩的印象。而在战友们眼中，她却是另一番模样。看他比较文文静静、瘦瘦弱弱的，但是他真的是劲儿很大，力大无穷。紧张吧？就是一言不合就上手那种。对，他有腹肌，特别好看。多少腹肌？他有4块、8块、8块，一边8块。刘舒雅是名副其实的训练猛士，飞檐走壁、擒拿格斗，样样不在话下。这一次，他的对手是同样实力强大的徐淑贤。在入伍前，徐淑贤就达到了跆拳道黑带水平，并在多类跆拳道锦标赛上拿过名次。强者对战，刘舒雅和徐淑贤丝毫没有手软。这种实战训练也是特战女兵每天都要面对的。鼻子，没事，检查一下，有没有事儿啊？没事，活动。好，没事，就要打到鼻子有点酸。我看一下，没有，就是不是那个啥，就是不要过来。原来，在刚才的激烈对抗中，徐淑贤踢到了刘舒雅的鼻子。这个战场上这个受伤在所难免。现在看的就是大家的底气、骨气，好吧？还能不能坚持？
很难想象，此时在训练场上实力过硬又勇猛坚强的刘舒雅，也曾经历过一番跌跌撞撞。大学时期的刘舒雅是别人眼中的乖乖女，学习数学专业的她原本想当一名数学老师，可让周围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柔柔弱弱的女孩竟然选择了参军，来到特战部队。平时展现的比较文静的这一面，也是我比较想改变的，就想体验这种就是热血沸腾的生活吧。性格文静的刘舒雅偏要突破自己，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来到猎鹰女子特战大队，她却总比别人慢半拍。就是陷入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阶段，但是我又不想认输。为了能赶超别人，刘舒雅经常给自己加练，还会主动挑战特战训练高难度的阳台攀登科目。因为它那个阳台基本上都是水泥钢筋，就是碰到就会很疼，基本上2个腿就是满满的都是淤青，就是没有一块好地方。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刘舒雅终于从柔弱女孩练成了实力过硬的金刚芭比。这一次搏击训练，即使面对强大的对手，刘舒雅也毫不退缩。是挺疼的，是吗？不疼。在实战当中，你如果真的跟别人打架的话，不可能说让你停下来，我调整好了，我再继续打。所以我们这也是就是模拟实战嘛。你娇滴滴，那敌人管你娇滴滴吗？是吧？在战场上谁管你是男是女呢？就是上。虽然苦过累过，但刘舒雅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在她看来，正是这些珍贵的经历，让她从柔弱女孩变成了坚强的特战女兵，在自己的战位上历练出独特的风采。在中华神盾太原舰上，就有这样一位实力过硬、技能独特的女兵。计时第一批目标是不是，转速是102转，然后桨叶数是3叶桨，然后我听的是一个渔船。正确。太原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，因具有强大的区域防空能力，被称为中华神盾。自2018年12月12日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以来，太原舰光荣完成了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、海军第35批亚丁湾护航等任务。而被称为知心姐姐的李普，从太原舰入列那天就加入了这支队伍。而提起他的战备，则神秘又艰巨。耳机里传来的声音，常常是裹挟着海浪、海洋生物以及各型舰船发出的杂音。但作为一名声纳兵，李普需要从多种杂音中甄别出目标舰船的发动机和螺旋桨的声响，并以此判断出舰船类型。早在海军士官学校读书时，在声纳兵选拔测试中，李普以很好的听觉能力被声纳专业录取。这些在普通大众听来没有什么区别的噪声，李普却能区分得一清二楚。你搜索到该批目标。明白。战斗准备。在一次猎杀行动中，李普双眼紧盯声纳显示屏，仔细分辨声音，从繁杂的信号中抽丝剥茧，迅速锁定了目标。其实是这批目标，这批目标特征比较明显。明白。对前攻击，打击目标，右舷鱼雷齐射，发射。
随着指挥员下达指令，鱼雷精确命中目标，也再一次验证了离谱识别锁定目标的准确度。它整体一个机器上面是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状态的。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过硬实力，李普成为了专业技能培训的重要力量，在自己的站位上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声纳兵，走上站位，走向深蓝。在2023年度装甲专业特级能手考核中，邝维从近20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陆军第72集团军首位2栖装甲特级女驾驶员。在高手如云的特级队伍里，邝维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？他们把我比作风一样的女子，对，就是可能就是干什么事风风火火的一样。通过难行地段的时候，我不会害怕，我可能一脚油门就过去了。在逐梦特级的2栖赛道里，驾驶员邝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从医疗救护员跨专业转岗装甲驾驶员，这个看起来外表恬静的姑娘，虽然只有25岁，就具备了专业技能的最高等级。听声音，听驾驶的声音，一听这个就是我开的，因为油门大的原因。每一次我都会跟教练员说，我能不能再开2圈？就开完2圈之后，我再去跟他讲，我能不能再开2圈？对，就是很想训练的那种状态，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。正值夏天，长时间的驾驶会让邝维晒得黑红，有时还会脱一层皮。对他而言，这个站位好似有一种魔力，令人心驰神往。喷水推进器那个喷出来的那个水，就是那个浪花嘛，每通过浅海和深海，它都是不一样的颜色，就是像2条路，就是鲜花的那种路，你能懂吗？给我开了一条路，一路生花的那种感觉。刚强中带着柔美，风雨中请多担当。2023年女兵下半年征集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，祝愿每个心怀从军梦的女生梦想成真，让美丽的青春在火热的军营中尽情绽放。